谢谢周总的提醒，我不会接受像唐先生那样的相亲对象，不管是谁介绍的，我说不接受就不接受。回头他要好好说一说母亲和舅舅了，就算他要嫁人，他的婚姻也是他说了算。周扬点点头，傅婉宁多说了几句，我舅舅我阿姨他们老是给我介绍男朋友，我拒绝过无数次，对于他们介绍的男人也都让人去调查过，没有一个好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为了让亲戚们死心，只要有人给他介绍男友，他就让人去调查相亲对象，找到他们的缺点了，然后告诉亲戚们，以为这样就能让他们死心。他想得太天真了，他们非但没有死心，反而越演越烈，介绍的男人依旧是那样的所谓优质男。他才明白过来，亲戚们哪是为他好呀，他们不过是想通过婚姻来拿捏他，让他觉得欠了他们天大的人情，以后好利用人情跟他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罢了。以前爷爷跟他说过，张家的人不管是他的外公外婆还是舅舅阿姨，他可以来往，但不要相信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爷爷是完全没有私心为他好，就没有第二个人完全对他好的了。就连他的母亲都有私心，母亲总希望他能一直帮着张家，帮着他的侄儿女和外甥们，好像他们过得不好是他的责任似的。爷爷私底下不止一次在他面前吐槽他的母亲，重感情却拎不清，还说当初父母恋爱时他是不太赞成的，但他爸对他妈妈一见钟情，爱得死去活来的。爷爷就一个儿子，疼得不得了，最后还是同意了父母的婚姻。爷爷想到他母亲也是豪门出身，嫁了人当了妈，管了家之后会成熟起来，结果知道他妈的脾性，爷爷才不敢让他跟在妈妈身边长大。他们大有私心吧，都有私心，希望我的男友是他们介绍的，他们既能当我的月老，又能从男方那里获得好处，也能仗着这份功劳人情向我提各种各样的条件。我妈向我提了数次，让我将我的表兄妹们安排进富氏集团工作，他们自己家的公司要么太小了，要么就是生意不好，我妈嫌没有前途，上升空间不大，说我富氏集团有前途，上升空间大，只要我给他们安排了工作，哪怕不给他们升职加薪，让他们在我富氏集团干上几年，出去再找工作都有很多公司抢着要他们。我有些表兄妹能力还是不错的，不过我不能开那个先例，爷爷说过不要安排亲戚进公司，他们容易滋生出更多的野心，会对我很不利。就是公司的老臣子们，爷爷说了，在他退下来之前都会逼退那些老臣子们，免得将来他压制不住他们，跟他们起冲突。哪怕现在他在公司里，大家对他这个接班人还是心服口服的，爷爷也不放心，那些老人是爷爷一手提上去的，爷爷比他懂得他们的心思。爷爷说他是大家看着长大的，一个小辈上台后就动那些老前辈，传出去对他的名声不好，所以由爷爷来当那个坏人。好多老人也心知肚明，有些人在他接班时已经自动辞职了，公司给了他们一大笔补偿，他们在富氏集团多年也赚了不少钱，年纪大了退休在家，含饴弄孙，安度晚年，还能保留和他爷爷的那份友情。顿了顿，傅婉宁说道，他们能力不错，人品就那样，对我是虚情假意，真正的目的还是富氏集团，因为看透了表兄妹们的野心，哪怕知道他们有几个能力不错的，傅婉宁也没有给他们的前途铺路。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压制住他们，可他明明可以不用管他们，不用费心费力去压制，影响亲情，为什么要去自讨苦吃？还不如一开始就拒绝，拒绝到底，不用跳进那个亲情绑架的漩涡中。周扬表示理解，他姑姑不也想让他给表哥表姐们安排工作，说陆氏集团那么大，那么多的工作岗位，随便给他们安排一份工作，他们就有高收入了，生活条件能好转。在周扬看来，姑姑家里的生活条件已经很好了，姑父经营的建材生意很不错，年收入几十万是不成问题的。姑姑年轻时存了不少钱，以前姑姑一家人的生活费用是他爷爷奶奶的退休金以及他爸爸给的，姑姑夫妻俩的工作收入存起来不花，专门花他爸的钱。父母离婚后，父亲丢掉了工作，只能去跑网约车，收入跟以前比那是一落千丈。
就这样姑姑都还老是回娘家占便宜，那是被娘家养大的胃口的一下子没得吃不习惯。她长大了，接管了陆叔叔的陆氏集团，姑姑就觉得陆氏集团早晚是她的。她有钱了，要她念亲情，带领她的表哥表姐们发家致富。周阳还记得小时候表哥老是欺负她，抢她的东西呢。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可不是外面的人只看到我们表面风光，不知道我们面对多少极品亲戚。傅婉宁叹了口气，张家若不是她的舅家，她早就让张家在东城消失了，哪里能让他们老在她面前蹦跶。进了电梯，两个人不再说家庭的事，很快就到了。傅董的秘书在雅房的门口等着，见到傅婉宁带着周阳走出电梯，秘书迎上前去，微笑地向傅婉宁和周阳问好，然后朝两个人做着请的动作。董事长在里面等了很久，秘书等两人越过自己了，他跟在傅婉宁身后，边走边说。傅婉宁嗯了一声，表示知道了。爷爷让他去机场接周阳的机，就来了东城大酒店的等的时间的确是很久。傅董，周阳进去看到坐在茶桌前的傅董，他打声招呼后上前去和傅董握了握手。周阳辛苦了，快坐，先喝杯茶，我刚沏好的。傅董笑着招呼周阳坐下，又吩咐秘书去跟经理说10分钟后上菜。等秘书出去后，傅董和周阳一起坐下，他对周阳说道：怕你饿了，我提前点好了菜，都是周总喜欢吃的。傅董想得周到，他也的确是饿了。上次我爷孙俩过去，周总招待了我们，这次周总来了我们东城，我们肯定要尽到地主之谊的。傅董笑着，周总要不就住到我家里去了，我家里房子大，客房多得很。谢谢傅董，我秘书提前帮我订好了酒店的，吃过饭后我就先回酒店安顿好再去公司。他出差都是秘书帮他安排好住宿往返的机票，除非他在那些城市有房子住进自己名下的房子，就不用秘书帮他安排住宿，只安排往返的机票或者高铁票就行了。这样呀，那好吧，下次周总再过来，提前跟我们说一声，我们帮你安排好一切。周阳笑着道谢，没有拒绝傅董的客套话。三人闲聊了片刻，经理带着服务员进来上菜了。周总喝酒吗？傅老问道。难得来一次，要不要喝2杯？傅婉宁说道。爷爷，周总下午要去公司，喝酒不太好。周阳也说道。傅总说了我想说的话，工作忙，先忙工作上的事，忙完了再喝2杯也不迟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等公事处理完了，我爷孙俩再请你吃饭，咱们好好喝2杯好。周阳爽快地答应了。吃饭的时候，傅董很热情，时不时就要帮周阳夹菜，他不夹就叫孙女儿给周阳夹菜。周阳说了好几次他自己来，傅董才作罢。傅婉宁也在桌子底下轻轻地用脚踢了一下爷爷，让爷爷不要过分热情吓到周阳。周阳才不是那么胆小的人呢，怎么会被他的热情吓坏？他是真的欣赏周阳吗？把周阳当孙辈看待的。三人吃饱喝足后没有急着离开，傅董忽然问周阳：周总晚上有空吗？今天刚到晚上就别加班了吧？傅董有事吗？周阳问道。若需要我帮忙的，我可以不加班。他是想加班加点，早点把工作上的事情处理好，然后回去又得赶去 H 市了。龙庭刚接管龙氏家族会很忙，也需要人帮忙。虽说有4个长辈过去了，但是长辈们更多的时候是看热闹的，龙庭也用不着长辈们出手，有长辈给他撑腰，让人知道他龙庭背后有强大的靠山就行。是有件小事想请周总帮忙的。听爷爷这样说，傅婉宁的眉心跳了跳，心生不妙。果然，爷爷说道：周总，我晚上要参加宴会，但我近来太累了，身体撑不住，你知道的，宴会上交际太多，也费心费力，我这般的年纪实在是撑不住。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小忙，陪着婉宁过去参加那个宴会，也能结交我东城的商界大佬。你们陆氏集团在这边又有生意，多结交一些大佬，对你们生意也有帮助。傅婉宁沉着脸：爷爷，你身体不适，在家里休息，我自己去参加宴会。放心，我会向林老爷子解释清楚的。你和林老爷子是几十年的老友了，他不会怪你的。傅董说道。你一个人过去？爷爷不放心，万一你喝醉了酒，
或者被人算计了怎么办？有周总陪着你去，爷爷放心点周总的人品。爷爷是信得过的，将你交给周总照顾，爷爷才能安心的休息。反正就是要给2个小年轻制造独处的机会。2个人虽说都没有那方面的意思，那是相处的时间太少，等相处的时间多了，说不定就能擦出火花。